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种两种不需要种子就可以种的素菜，一种是空心菜，另外一种是葱。空心菜我已经把它摘好了，泡到水里了。等一下种的时候呢，只需要修剪一下就可以了。葱呢，等一下我们只需要把它剪到这儿，差不多这边留1寸到1寸半的长度。然后把这个葱头种到地里面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把它们都剪下来。葱和空心菜都是可以直接扦插的，比用种子播种收成要来得快得多。那这些葱就可以拿走了。这个新的葱呢，我要把它种在这个 herb garden。这个老的葱是我去年这个时候种的，现在已经开花了，已经很老了，所以我要把它扒掉，把这个新的葱种在它原来的位置。好了，这个老的葱全部扒掉了。那现在把这个土松一松，把杂草除掉然后只需要把这个葱插到土里面，浇点水就可以了。就这样插到土里面。我们家吃葱不多了，就是烧肉烧鱼的时候才吃一点，所以我种的不多，就种几颗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我要把空心菜种在这块地上面。其实我在1个月前已经种了空心菜，但是因为种得太早了，天气还没有完全暖和，有几天降温，所以这个空心菜被冻死了。你看还有几颗还活着，这个也还活着，就这几颗而已了。它们都是菜坚强，所以这就应验着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：欲速则不达。种菜嘛，一定要看天气，种早了也不行，种晚了也不行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期种适当的菜，这就是自然的规律。那现在这块地里呢都是草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草先扒掉，然后把土松一松，再加一些营养土，最后再把空心菜种上去。好了，我这块地的草都除完了。这边这个不知道长的是什么，以前我也没在这儿种过什么菜，有点像瓜类的，不知道是南瓜还是丝瓜，我就先留着吧。然后呢，我就要把这个营养土填到这块土地里面。那么这个地现在都准备好了，我就开始种空心菜了。你看这个空心菜它有几个节，这边一个节，这边一个节，还有下面一个节。这个节呢是长根和冒芽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从靠近节的这个地方把它剪开，然后把这个节埋到土里面。那么这个节呢，就让它发芽。最容易种的呢，就是我们先把它开个槽，
然后把空心菜剪开，你看哦，就在这个节的下面剪开。这个梗呢就朝上，放在土里面，一排一排的放好。这个长的梗把它去掉，这样放好，间隔差不多2寸的样子。好了，然后就把这个土盖上，再把它盖过来，这样这个空心菜就竖起来了。简单吧？今天我来聊聊如何跟美国人沟通吧。通常我们说东方人的思维是曲线型的，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。也就是说，西方人的沟通方式是直来直去，有话直说，一根筋走到底。东方人的沟通方式是只有意会不能言传，拐着弯子说话，话里有话，靠你自己去琢磨吧。如果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，绝对不成问题。但如果是和美国人交流，那就会产生许多误会了。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。我老公和他机构里的一位中国籍义工之间就发生了沟通不畅的问题。我老公的机构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来感谢义工们的帮助，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义工来参加音乐会。有的义工不能参加，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，不做任何解释。轮到那位中国籍义工呢，他说他不能去，并且解释说没有交通工具。在我认为，他就是不想去，找一个理由呗。但是我老公认为，他不能去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。如果我们帮他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，他就可以去了。于是我老公就帮他解决了交通的问题。一开始他答应去了，我老公还蛮开心的。后来他又发来短信，讲了他的一大堆难处。至于什么难处，我在这里就不说了。他既没有说不去，又说了一堆的难处，这下倒是把我老公难倒了，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了，也把我难倒了。连我都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，又不好直接问。最后我还是以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带我老公回复他的短信说，我明白您的难处，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就不要勉强了，下次还有机会。短信发出后他就没有任何回复了。到最后我老公都不明白他到底是去还是不去。你看，这么一来二往，问题还是没弄清楚。所以说呀，跟美国人打交道，最好直话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。美国人是意会不到你的意图的。还有一些例子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在这里说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种好了，再浇点水就可以了。这个空心菜要浇很多水，它非常喜欢水。好了，今天的菜都种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